啊，普吉島的第7天吧，应該是，今天是。明天一早呢，和南瓜還有他們另外幾位當地的朋友一起摩旅一下。我們騎到拉朗跟蘇利他尼那邊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就住到普吉島的北邊去了，方便明早一早出發。啊，先吃一碗叉燒肉麵，然後再出發嘍。在普吉島的第7天，我搬到了島的北邊區域，剛好前幾天在遊艇派對上認識的中國攝影師布萊恩也住在這邊，他約我騎摩托車一起逛一逛他家附近的區域。其實從普吉鎮到巴東海灘這邊有一條更漂亮的路，這條路呢其實隱藏在一個高檔小區後面。我的一個本地的住了好長時間的一個中國朋友，他告訴我這個地方。這裡從這個國際學校，這個叫 British 的國際學校開始，這條路從這條山路到巴東海灘呢，是比要在那條走大路要漂亮。OK， 今天我們就往這路看看啊，走，走啊，出去看看啊。本來呢，我在普吉島只準備待5個晚上，可是瓜總非常熱情地招呼了他在普吉島的中國朋友們，準備在明天，也就是星期一，和我一起來一次短途摩旅。於是呢，我就等到明天再出發。那麼既然今天沒有其他安排，我就駕車把普吉島的西部區域和3個著名的夜市都去逛一下。布萊恩帶我走的這條3030號公路，明顯比我昨天走的4029號公路要安靜、安全，也漂亮很多。同樣都是橫貫整個普吉中部山區的公路，但這條路呢，因為它隱藏在一片豪華住宅區的後面，那麼外面的遊客呢，可能並不知道這裡。不一會兒呢，我們就到了一個叫做礦產博物館的地方。這個礦產博物館曾經也是普吉島的熱門景點，但現在呢，好像已經屬於半荒廢狀態了。哇，這個地方果然是以開礦為主題的博物館。哈哈。哎呦，這個小粉房子可以。這個呢，就是以前中國人在這個地方就是挖稀挖礦，早開發這個島的一個歷史博物館。然後這個博物館呢，理論上說現在已經廢棄了，因為這個基本上接近於廢棄。我看也不像是有人來的。以前都是大巴，都是華人大巴，然後旁邊那些所有的都是他們當時挖稀礦。對，然後所有的那些物件，這都是真實的，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就是說圍繞着這個建築轉一圈，向這個祖國的以前的同胞致敬。OK， 可以的。來，沿島，你先走。对，沿島。可以。這2年受經濟下行和疫情的影響，普吉島呢也有不少的酒店、飯店和旅遊景點關門大吉。那麼這個礦產博物館，它現在呢已經不對外開放，如果要參觀呢，它也只接待團體遊客，要提前預約。這個上面博物館上面是一個礦湖，這是礦湖，其實是。這就挖了礦坑。哇，這以前挖了礦坑。就叫礦湖，以前那個馬來西亞那個叫什麼，金寶那邊也是這種，也是以前那種採稀採下來以後就是這種礦湖。像馬來西亞那個霹靂州那個怡保啊、金寶邊海都是這種礦湖。怡保那邊就是這樣的嘛。怡保那邊其實他們當地本來就蘇丹王還知道他這有稀有可以開採嘛，但是因為當地他們那些馬來人當時沒有技術嘛，後來就是跟華人達成協議嘛，就是華人出這個設備跟技術，然後馬來人出地，對吧？把經營权都轉給華人。现在你去到怡保那邊去，很多这種山都是其實後來是挖礦挖出來的，對，很多湖啊、洞啊什麼的。現在還行哇，裡邊好多魚、好多龜，這什麼都有，很難想象這邊是個礦洞啊。Hello， 小龜你好。哎呀，小龜。普吉島還有這樣的地方，可以的。打卡完礦產博物館，布萊恩有事就先回家了，我繼續駕車朝着普吉島的西邊前進。這條3030號公路和4029號公路的最後一段是重合的，所以最刺激的那一段翻山越嶺呢，我們還是不可避免的要再次去體驗一下。經過這一段坡度和落差都非常大、彎道又特別多的區域之後，我們再次來到了普吉島的熱鬧的巴東海灘區域。
穿過巴東鎮，來到這個著名的海邊的山腳路口，我們這次不往左拐，而是往右拐，這樣呢就前往了卡馬拉海灘的方向，也就是往北邊前進了。和巴東海灘南部熱鬧商業化的氛圍不一樣，它的北邊區域呢非常的安靜，也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想親近自然、感受海景的話，來這裡是不錯的選擇。巴東海灘其實往北邊看更美，那麼南邊那邊遊客多的地方反而鬧騰。在北邊這個點看巴東其實還是很漂亮的。這裡是普吉島最熱門的沙灘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OK， 我們繼續走啊。從巴東海灘前往卡馬拉沙灘，如果你走主幹道的馬路，那麼一會兒就可以到達。但這樣的騎行體驗呢，的確也是非常無聊的。我看谷歌地圖，在連接這兩個地方的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半島，在這個半島的山崖上分布着許多的沙灘、觀景台，還有度假酒店。那麼我們決定呢，捨近求遠，就往這條路線走。當我們眼前出現一個分岔路口的時候，我們不要往右邊的大路走，而是往左邊的小路上山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爬山，我們就到達了這個海邊懸崖的頂部。這個地方叫做華 Beach。整個區域呢，它是建立在一個高高的海邊的山崖之上。那麼看海景呢，是非常賞心悅目的。同時，在這個公路的沿線也分布着很多比較小众，但是性價比也非常高的度假區。這個地方呢非常安靜，基本上沒有什么太多的游客。如果說您想避開烏泱烏泱的游客人群，享受一個安靜的普吉島，那麼這個區域呢是絕好的選擇。當然，前提是你自己可以自駕或者有摩托車，不然的話呢，交通可能略為不便。說到摩托車，也有不少中國和大馬的朋友留言給我，問說在泰國旅行，尤其在普吉島這樣的熱門旅遊區域，租一台摩托車上路，會不會被當地的警察攔下檢查，甚至為難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網上眾說紛紜，我也不能給你們一個明確的答案。但我們在泰國的確有幾次被交警攔下檢查，當我出示了大馬的駕照之後，他們就立馬放行，沒有任何的為難。那麼至於說中國的駕照能不能在泰國駕車，我只能說我在拿到大馬駕照之前，曾經也在泰國的旅遊景點附近租過摩托車，也騎行過一段時間。那麼呢，当時呢也沒有任何的警察來過問，這個事情呢，我覺得就是看運氣了。翻過一個小山頭啊，就從巴東來到了這個叫卡馬拉的沙灘。前面這一塊呢又是灘塗啊，就跟前面我們看到那樣，一旦退潮了以後，就露出了大片大片的這個海底的那些淤泥跟岩石。但是前面那個區域就相對沙質跟水質都會好很多。这個卡馬拉沙灘，感覺應該算是整個普吉島整體的這個綜合評分算比較高了，我感覺。而且它這個沙灘非常平整，沒有那些硌腳的岩石啊、珊瑚礁什麼的，非常適合游泳。你看，只要看一下這個海裡面有多少人在游泳，就說明這個地方值不值得在這裡常住了。哇！像有些沙灘，它下面全都是這種珊瑚或者說淤泥、岩石什麼的，其實也不適合在這種沙灘上常待。我覺得卡馬拉這個沙灘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下次住這裡，就這麼愉快決定了。整個普吉島有好幾處遊客聚集的區域，首當其衝就是最熱鬧、最商業化的巴東海灘。其次呢，有一些風景很美、人氣也很旺，但商業化並不那麼嚴重的，比如卡塔、卡倫，還有剛才我們路過的卡馬拉沙灘。當然，如果說你想追求更加安靜的氛圍，可以住到島的東邊區域，也就是我居住的那個茶龍區，或者說住到普吉老鎮附近，感受在地的那種風情。
沿着海邊懸崖上的公路又往前騎行了一段，前面出現了一片非常寬闊的海灣，這就是著名的獅子角海灘。今天因為出門的時間就已經比較晚了，所以說呢，好幾個沙灘我也沒有仔細的停下來好好體會。比如說這個獅子角沙灘，我就在頂上的觀景台看一下。這個底下這個小沙灘呢，就叫獅子角沙灘。那麼要從公路上面走小路，一路下去，我就不下去了，太麻煩了。但這個沙灘呢很美的，也是普吉島當地的朋友推薦給我的。那我們就站在這個觀景台上看一下這個獅子角海灘和前面的大海吧。哇，我覺得這樣已經夠漂亮了。哦吼。離開獅子角海灘，再往前騎行半個小時，就到達了今天的最後一個海灘，叫做蘇令沙灘。蘇令沙灘呢，這邊沒有什麼外國遊客，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居民來這裡休閒放鬆。這個區域呢，也是當地穆斯林漁民聚集的一個區域。蘇令沙灘看日落，等日落，應該是現在還沒有日落呢。本來想一口氣騎到機場邊上的乃陽沙灘的，太遠了，懶得騎了。啊，看看這個沙灘也挺漂亮，挺乾淨的，人也不多，乾脆就在這兒等天黑，等到天黑就直接回旅館了。明天還要騎行好長時間的。在這片人少節美的沙灘上，我坐下來稍事休息，等着看夜幕降臨時美麗的落日風光。整個普吉島叫得上名稱值得去遊覽的沙灘呢，我這幾天基本上也逛遍了。除了北邊的靠近機場的那個乃陽沙灘，那個地方據說是整個普吉島拍攝飛機起降非常好的一個景點。但對於一個住在檳城，每天都可以前往檳城國際機場附近拍攝飛機起降的人來說呢，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就沒有什麼吸引力了。尤其是今天晚上，我還要去參觀和體驗普吉島3個非常著名的、規模也非常大的夜市，所以我就把精力留在晚上的時間了。稍事休息之後，我們前往普吉鎮方向。卡馬拉跟蘇令沙灘邊上這個芒果夜市啊，這個夜市呢，基本上是本地人來逛的多，他都要賣些生鮮啊、蔬菜啊、水果啊。我也買了榴蓮跟葡萄柚啊，這裡還是蠻實惠的。啊，裡邊的東西也很多，喜歡體驗在地生活的可以來這裡逛。哦，這有很多海鮮的，新鮮的可以買哦。這個芒果夜市還挺大的，沒想到是路邊這麼隨便搭了一個棚子，還能搭出這麼大的一個空間出來。裡邊還有賣衣服、賣小商品、賣工藝品，什麼都有。不比昨天晚上那個市中心的那個小哦，但是價格呢卻是昨天的2/3的樣子。哦，可以，又找到一個在地的好東西、好地方了啊。原來所謂的青蛙夜市是一個音譯啊，它叫 Chiva Market， 所以說並不是真的有青蛙，而是這個單詞叫曲蛙而已啊。這個也算是普吉島的一個比較大的夜市了。这個地方跟和愛的綠道也是比較像的，它專門有一塊那個餐飲的一個區域，大家可以坐在這裡慢慢吃，而不是像有些夜市這樣邊拿着邊吃，它還是比較舒服的。前面還有演出可以看。拿来海鲜吗？
啊，来到了普吉島号称最大的納卡周末夜市啊！哇，这里還有個紅巨人。然後我覺得泰國稍微上檔次點的夜市都有現場樂隊表演，搞得跟 live house 一樣。哇，這個夜市也是蠻大的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只有周末2天，禮拜6跟禮拜天才營業。Rolling down the bend, I ain't seen the sunshine since I don't know when. I'm not stuck in prison, the time keeps dragging on. 哇，這好大呀，什麼都有，既有工藝品、服裝，也有食物，哇，有的逛逛了。穿過這一堆非常薄鄰的買衣服的區域之後呢，後面就是我們喜聞樂見的 street food area。對吧？聞到這個味道才知道有夜市的感覺了哦。要吃夜宵嗎？這個夜市有2組演出的藝人了，一般，而且水平都很好啊。一般夜市有1支5樂隊或者藝人就已經很了不起了，可以的。Find it out. I don't believe there's anybody feel the way I do, but you know. 哇，依然望不到頭哦，吼吼。真的好壯觀啊，真的超級大的。雖然沒有以前我逛過的那個清萊的周末夜市大，但是也夠大了，也夠嘆為觀止了。而且這個是室內的，清萊那個是室外的，它室外擺了幾條街，這個它真的是實實在在的打造了一個室內空間來擺這個夜市的，也算是比較下本的。而且食物種類也很多，哦喲，還有烤豬排，各種排，哇！不是吧？有3個樂隊跟舞台，哎呀呀呀呀呀！這個夜市光演出的藝人跟舞台就有3組。哎，泰國應該是普吉島最後一晚上吧？今天在路邊隨便找了一個華人小飯館，炒了2個菜。對，普吉島想玩點帶顏色的東西的話呢，就到這條街。這條街不好標記啊，但是就記住門口這家叫新盛坊的飯店，定位到這裡就可以了。然後裡邊呢一堆啊，都是這種哦。你看這裡 massage 那個叫什麼 The Keys， 這種全都是泰浴啊，而且價格據說好便宜哦。我們去深入虎穴探訪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呀。他們這家店裡邊呢，有本地人，有中國人，還有一個會說英文和俄語的，還挺專業的哈。蠻好，簡單快捷便宜，我只能這麼說啊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這裡玩玩，定位我就放在屏幕上了哈。說是今晚有雪月，也沒有雪月呀。這個月亮還是明晃晃、白亮亮的。可能不同的地區看到的不一樣吧。何況這2天雲層比較厚，可能要沒有雲層的地方，可能會看上去紅紅的月亮吧。不管怎麼樣，普吉島的海的夜晚還是非常安靜的。
Hello, good night, Bookie. 明天我要和在普吉島的中國朋友一起進行一次2天的短途摩旅，方向是苏利他尼和拉朗。